年终复盘，带给中国新启示。未来若台海冲突爆发，该如何应对？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严树军，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俄乌冲突即将到来1周年，但俄军的表现着实让人大跌眼镜。不仅没有快速实现战略目标，还被西方各国拉入了持久消耗战中。这种冲突比所有人预测的时间都要久。但我们中国这次并没有处在风暴中心。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俄罗斯更像是掉入了西方各国精心打造的陷阱当中。俄乌冲突也用亲身经历给中国真正上了一课，在未来若台海冲突爆发，所要面临的问题也不会少。我们并不能让台湾地区重走乌克兰的老路。大陆究竟会以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台当局是否会学乌克兰，靠西方各国的援助，不断跟大陆拉长战线，还是未可知的。但我们可以从此次的俄乌冲突中收获以下3点启示。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解放军不能像俄军一般被直接投入战争泥潭当中。从俄乌战局中就可以体现出，时间拉扯的越长，所要面临的挑战就要更多，并且所要消耗的物资也就更多。一旦陷入战争泥潭，必然会对两岸统一后的发展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吸取俄乌战争的经验教训。若台海战争爆发，解放军首要把握的就是速度，迅速在战争中占据优势，不给美西各国援助的时间，用最短的时间收复台湾。其次，便是美军一直在战场上鼓吹的陆军无用论。随着现代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战争所使用的军事武器水平也就愈发先进。尤其是美军在各个地区所展示的空军实力，使得陆军无用论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但在我看来，这种论点是不可取的。首先，从我国广阔的领土出发，没有陆军的驻守，我们在边境上将失去所有的保障，并且海军与空军的补给还是要在陆地上进行。同时，在现代化战争中，任何一个战场的扭转都有可能起到改变战局的作用。所以，万一台海冲突发展到最后，迫不得已采取武统时，陆军必将成为解放军的中坚力量。最后，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核武器的力量。在俄乌冲突爆发前，俄罗斯一直以将近6000枚的核弹数量占据世界第一核能大国。在战争爆发后，普京不止一次用核武器对美西方进行威慑，始终声明不排除使用核武器的可能。但从整个战局来看，乌克兰并没有将核武器放在眼里。前段时间，有俄方媒体爆出，有乌军的无人机携带高爆炸弹尝试飞向莫斯科，这无疑是踩着俄罗斯的红线，逼迫其动员核武器。可以看出，乌克兰在面对核威胁做到了有恃无恐。所以，对于我们今后台海冲突中，核威慑需要有，但并不能依赖核威慑。总而言之，这次的俄乌冲突确实带给我们中国今后在解决台海冲突时许多经验启发。万一台海冲突发展到了最后一步，必须要动武时，解放军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赢得胜利。好，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我们下期见。